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来谈谈德国总理希尔茨因为中国而出访南美三大国。德国总理希尔茨于1月29日启程前往阿根廷，开启他首次南美之旅。他正在访问南美地区最大的3个经济体：阿根廷、智利和巴西。这是希尔茨第一次以总理身份出访南美国家。德国媒体说，他出访南美比当年默克尔要早得多。前总理默克尔是在执政多年后才出访南美，而希尔茨在执政1年之后就这么做了。此次出访南美当然不是去度假，而是带有重要政治任务和经济任务。任务之一是为了达成欧盟与拉美南方共同市场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双方自1999年以来一直在谈判中，至今已经23年了。任务2是为了确保资源。德语媒体开诚布公地说，是为了摆脱对中国的依赖，从南美国家寻找替代，比如阿根廷、智利等国拥有丰富的稀土，比如像锂，它可以被用于生产电动汽车的锂电池。这也是此次德国总理访问南美的重中之重，因此把这次南美之行定性为寻锂之旅一点不为过。任务3是气候保护及亚马逊雨林。德国总理为他发起的所谓气候协会做广告。据德国媒体报道，阿根廷是第一个参加该俱乐部的非 G7 国家。但很显然，德国总理此次出访最重要的任务是帮德国寻找德国汽车转型急需的原材料。在过去，德国大部分稀土都来自中国，但现在红绿灯联合政府基于价值观以及配合主子灯塔国，不管主动还是被动，都试图与中国脱钩，德国人称之为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所以就不得不努力在世界各地寻找资源。另一个原因是西方也包括德国，把俄罗斯和中国都定性为专制国家。他们看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德国积极参与对俄罗斯的能源制裁，导致自己能源短缺的尴尬境地后，德国担心某天中国大陆也对台湾发起攻击，西方也同样制裁中国，德国也身不由己。因为很多方面对中国极度依赖，因为可能的对中国制裁，从而让德国受损。可以说，从德国角度来看，是在防患于未然。但西方把俄罗斯与中国划等号，说明西方的意识形态与对中国的仇视有多严重。而红绿灯领导下的德国，是其中非常积极要与中国脱钩的国家。这也是此次德国总理出访南美最重要的原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中国，就没有此次德国总理那么快的南美之旅。Lange hatte Südamerika kaum Priorität für die Bundesregierung. Scholz verspricht neben Investitionen auch Nachhaltigkeit und Umweltschutz. Anreize, auch um sich von China abzugrenzen, das in Südamerika seit Jahren sehr aktiv ist. 虽然德国总理没有提及中国一词，但德媒是这样说的：目前世界正在重组，德国正在寻找新的合作伙伴，以更广泛的定位自己。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希尔茨会见了阿根廷总统，与他进行了关于能源材料的对话，比如锂。阿根廷拥有丰富而巨大的矿产资源，锂这种稀土资源对于生产电动汽车的电池或者智能手机的可充电电池都非常重要。世界上很大一部分的锂供应都来自阿根廷。随着此次访问，德国与阿根廷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德国希望为阿根廷提供技术支持，使采矿过程现代化，旨在确保德国获得阿根廷丰富的锂资源。总部位于德国东部德累斯顿的 DEM 公司，也就是 Deutsche E-Metall， 在阿根廷获得了超过7万公顷的锂特许经营权。但德国与阿根廷的这种合作也遭到了阿根廷方面地方的反对。当地反对组织抗议到，阿根廷不能出卖自己，毁坏自己的环境，让北半球国家获得好处。不过，估计此类抗议活动不会产生影响两国合作的阻力。目前，希尔茨正在第2站智利进行访问，其重点也瞄准智利的稀土矿。德国和智利重新建立了他们的原材料伙伴关系，通过这样做，希尔茨总理确保了重要的锂供应。周一，希尔茨在智利圣地亚哥举行的德国智利经济论坛上发言称，在21世纪的全球竞争中，不考虑环境、没有合理的工作条件、
不在当地创造价值，仅仅把原材料运走是不够的。这里主要是指在智利也要提炼稀土金属，这类高科技产品很重要。其背景是，到目前为止，中国一直在从世界各地大规模进口原材料锂，然后在中国进行加工、精炼产品再出口。德国媒体称，中国根本不在乎当地的环保及人权，而德国拥有更好的环保技术，在人权方面也远胜中国。德国还可以为智利提供人才培养。德国总理强调，人才不仅是在智利治理开采原材料的前提，也是确保能在智利进行加工的前提。在提到中国的依赖性时，他继续强调说，德国和欧洲在努力实现供应关系多样化，智利是德国的一个理想伙伴。欧洲最大的铜生产商德国 Aurubis 公司现在已同意一项意向声明，旨在与世界上最大的铜生产商智利国家铜业公司 Codelco 进行更密切的合作，目的是确保采矿、加工和回收的更大可持续性。Aurubis 公司首席执行官 Roland Harris 说，整个价值链上的利益相关者共同合作并遵守一定的标准，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是暗指中国没有这么做，毕竟来自中国的竞争实在太大了。德国对南美一度没有引起重视。德国版的新闻联播 Tagesschau 每日新闻说，世界上1半以上的稀土矿被认为位于阿根廷、玻利维亚和智利交界的铝三角。中国早许多年已在当地活跃，但中国只是进口这些矿物质原材料，然后出口加工过的产品，没有给当地国创造价值。不管是在阿根廷还是智利，德国总理都在暗指对中国的依赖，以及德国正在努力减少这种依赖。在南美矿场方面，来自中国的竞争是巨大的。玻利维亚最近选择了一个由中国电池制造商宁德时代牵头的财团来加工该国部分锂储量，为此他将投资约10亿美元，建立2家生产碳酸锂的工厂。但据德信社报道，在智利，该国现在正在计划成立一家国家锂公司，这也可能为德国提供机会。令人不解的是，此次出访南美，德国总理没有出访玻利维亚的计划。令人不解的是，此次出访南美，德国总理没有出访玻利维亚的计划，可能因为阿根廷和智利拥有的矿场更大，德国企业在当地已经开展了合作，也可能因为玻利维亚政府偏左，与中国的关系相当紧密，德国觉得成功的机会不大。目前希尔茨已经结束了对智利的访问，马不停蹄地前往他南美之行的最后一站巴西，这也是他此次南美之行的最重要一站，因为巴西在南美有相当的话语权，巴西的意见也代表南美的意见。同时，对于德国来说，巴西是一个大国，是该地区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在巴西新总统的领导下，巴西希望进行再工业化，而德国也希望转变其经济，使其成为一个气候中立的工业化国家。因此，德国版的新闻联播今日新闻认为，德国与巴西之间的对话可能是把改革和利润放在一起，让环保理念在巴西发挥突出的作用。亚马逊地区的生态系统具有全球性的重要性，德国政府希望支持巴西修复在砍伐雨林方面造成的损失，为此，德国承诺给予多达2亿欧元的援助。此次访问巴西，德国总理带有一项非常重要的政治任务，那就是说服巴西总统卢拉支持德国及北约在俄乌危机中的立场，即与北约保持一致，谴责俄罗斯的侵略行为，支持乌克兰及乌克兰总统，以及向乌克兰提供军事装备，例如说服卢拉向乌克兰提供德国的格帕德防空坦克的弹药，因为这是上世纪70年代德国开发的武器，估计现在德国本国已经不生产，转移到了巴西。根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要到今年6月份才能重新生产这种弹药，巴西本可以提供30万发，可惜巴西拒绝了。巴西本国国内问题重重，卢拉无暇顾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冲突。大家一定还记得本月初巴西版的冲突国会事件吧？对于俄乌危机，卢拉有自己的立场。虽然他认为俄罗斯犯了一个典型的错误，但是他也表示一个巴掌拍不响，对于现在的俄乌困境，西方及泽连斯基也负有责任。
卢拉甚至提议中国做一个调停者，来化解俄乌危机。他表示，中国应该参与和帮助。几个国家一起邀请俄罗斯和乌克兰参加会议的形式也是可以想象的，可以有不同的规模，比如10国集团、15国集团，甚至20国集团。无论如何，世界现在需要和平。在与西奥茨会谈时，卢拉拒绝了西奥茨希望巴西与北约保持一致的愿望。他说，巴西是个和平的国家，这就是为什么巴西不希望参与这场战争，甚至不希望间接参与。所以他强调他不提供什么弹药。西奥茨则再次强调明确的共同立场。根据这一立场，我们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攻击，俄罗斯必须撤军，不能强占任何外国领土，否则乌克兰不会有和平。此外，尽管德国愿意帮助巴西来保护亚马逊的热带雨林，但与阿根廷不同，巴西拒绝参加由西奥茨倡议的气候俱乐部。有德国媒体说，此次访问巴西，西奥茨意外翻船，貌似访问巴西设定的目标没有达到一个。为了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德国希望加强与巴西的关系，但与博索纳罗不同，卢拉与中国的关系紧密，因此挑拨巴西与中国的关系不那么容易。毕竟，中国在南美的投资47%都在巴西，占了其南美投资的近一半。而中国又是巴西原材料及粮食的最大买家，同时，从中国的一带一路，巴西获得了大量的项目融资。中国对巴西来说，远比德国对巴西重要。对于中国对乌克兰危机的立场，德国原本希望巴西批评中国，但巴西强调不干涉他国内政。作为一个本国都被外国驻军的德国，他如此积极介入俄乌危机，令人匪夷所思。在巴西，德国总理被巴西总统明确拒绝，所以德国媒体称西奥茨的巴西之旅为一次意外翻船。总体来说，考虑到德国努力减少对中国的依赖，特别是稀土依赖，此次南美之旅相当重要。德国政府对总理的南美之行原本持乐观态度，不过现在看来并不那么乐观。西奥茨此次访问南美，更多是被看作是与俄罗斯关系恶化后，摆脱对所谓专制国家俄罗斯能源依赖和对中国全方面依赖，特别是稀土方面依赖的又一个行动。关于稀土矿场，虽然与阿根廷、智利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和合作意向，但是否能确保德国所需稀土，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实际效果还有待观察。毕竟，中国在南美深耕多年，有大量投资，从南美国家进口大量原材料及农产品。与德国相比，中国与南美国家的经济显然有更强的互补性。同时，与德国不同，中国与南美国家同属发展中国家，而且在平等的基础上，中国能给予南美更多支持。而德国总理恰恰为了针对中国对南美3国进行访问，其效果有多大，真的还有待观察。另外，德国红绿灯政府一直强调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但实际上事与愿违。据德国最新统计数字，德国与中国的对外贸易正陷入对德国不利的境地，德国的贸易赤字继续增加。本来要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但实际情况却是对中国的依赖反而增加了。过去1年，德国从中国进口增加了惊人的37%，而出口到中国只增加了3.7%，与中国的贸易赤字创历史新高。不知道德国有关领导人以及德国有些人对这一新闻有何感想？虽然南美国家不是在谈及德国经济时的一个重点，但其实早在多年前，欧盟就与南美国家，主要是南美国家共同市场经济体 Mercosur 就自贸问题开始了谈判，而南美国家在俄乌冲突后也变得对于欧盟来说越来越重要。那么，什么是南方共同市场经济共同体？由阿根廷、巴西、巴拉圭和乌拉圭于1991年11月29日建立的南方共同市场已经存在了30多年，但南方共同市场目前正处于危机之中，部分原因是自由贸易协定正在缔结，但没有得到批准。欧盟与南美联盟的自由贸易协定也已被搁置数年之久。此外，该联盟还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共同体之一，其目标是逐步建立一个共同市场，扩大经济政策协调，统一法律规定，促进环境保护。这包括在南方共同市场国家之间的贸易中废除关税，
转而采用共同的对外关税和与第三国的共同贸易政策。此外，就在几天前，巴西和阿根廷有意推动南美共同货币，来减少对美元的依赖。对德国来说，南方共同市场正变得越来越重要，尤其是在俄乌冲突之后，像巴西、智利以及阿根廷这样的国家，无论是对原材料和能源的可持续开发，还是对供应链和销售市场的多样化，都是极其重要的。德国工商会主席彼得·阿德里亚表示，德国公司也会越来越多地转向拉丁美洲。据悉，预计在肖尔茨南美之行后，欧盟与该联盟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将重启。巴西新总统卢拉也在推动该协议的达成。德国媒体还就此次肖尔茨南美之行大篇幅地报道了德国总理的专机，德国媒体称之为德国的空军1号。可见德国有些人还是非常崇拜美国的，连飞机的称号都要加上一个美国的名字。据称，这架新飞机造价高达12亿欧元，也就是近90亿人民币，67米长，时速960公里，超过13000米的飞行高度，可以不经停地到达世界上任何目的地。这就是联邦政府的新的政府飞机康拉德·阿登纳，这也是肖尔茨此次访问南美乘坐的飞机。这架空客 A350-900 也是联邦国防空军第一架配备全套贵宾设备的飞机，因此被认为是新的空军1号。它还带有黑、红、金象征的德国图漆。据悉，带卫生间和休息室的康拉德·阿登纳是特别飞行任务队投入使用的总共3架 A350-900 飞机中的第2架。第一架是库尔特·舒马赫，已经飞行了2年，但没有为总理、部长或联邦总统提供特殊的贵宾设施。有趣的是，此前肖尔茨也乘坐过一架叫康拉德·阿登纳的 A340 飞机，飞往布宜诺斯艾利斯。2018年，他与当时的德国总理默克尔一起出发参加 G20 峰会，但在起飞后不久出现了严重故障。一个有缺陷的部件即在电子设备中的一个中央开关单元，使2个本应在紧急情况下相互替代的无线电系统瘫痪。该缺陷还使飞行员无法在空中倾倒石蜡以减轻降落重量。这架从德国首都柏林起飞的飞机在起飞后不久不得不折返。此后，默克尔和肖尔茨转乘一架西班牙客机，晚1天抵达了峰会。而那次事故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嘲笑，也正是联邦议会通过投入12亿欧元用于新飞机的原因。所以此后，新的康拉德·阿登纳诞生了。好了，朋友们，今天对德国总理出访南美3国的话题就到这里。德国媒体直言不讳，就是为了针对中国。看来呀，少了中国话题，德国无法展开其内政外交。你们怎么看呢？